一名大姐手中拿着200元现金，追着一行僧众想要布施给他们，但眼前的僧人无一人愿意接过大姐手中的钱，甚至见到大姐靠近，连忙远远避开。眼前的这些僧人是辽宁海城大悲寺外出行脚的僧团，每年8月15过后，僧众便集体外出乞食，沿途徒步经过村落，露宿野外。纪录片讲述了由妙想法师带队的僧众一路托钵乞食进行修行的经历，历时5年拍摄制作，全面记录了当代头陀僧真实的修行生活。大悲寺全体僧众不恤金钱，不接受金钱供养，寺庙内不设功德箱，僧众对金钱没有任何欲念和追求，因此大悲寺僧人被人称为当代最后的苦行僧。僧众乞食有着严苛的讲究，一日只吃1顿，午后不得再进食，行乞时间在9点以后进行，太早容易起贪念，太晚则可能错过中午过斋时间。午前可以接受居士供养的食物，超过中午则不再接受食物，只可接受清水。乞食时比丘身着主衣在前，沙弥搭配幔衣在后，如果院门开着，僧人则需缓缓进入院内，距离主人家一定距离告知来意，主人家布施后送上一句吉祥如意。如果大门紧闭，敲门时先3下，后5下再7下，或是摇动手中的锡杖，念诵佛号告知主人，无人应答则需及时离去。乞食不对具体食物做要求。眼前好心的女主人用塑料袋装来了1包米饭，平均分给了3位僧人，随后还想给些钱，但却被僧人拒绝。下一家的男主人第一次遇到乞食的僧人，虽然并不理解，但他还是将中午要吃的米饭全部布施给了僧人。89岁的老奶奶见到有僧人来乞食，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想要走下台阶，听说大老远从辽宁来到山西，连忙从屋内拿来几个馒头放入僧人钵内。布施后老人非常激动，遇到僧人前来乞食是缘分，他相信这是一份难求的福报。乞食的数量和顺序也有要求，不能挑挑拣拣，每人可乞3钵食物，总共不超过7户人家。若7家都没乞到食物，就只能喝水，没人在家的不算，锁上门的不算，无人应答的也不算。乞食的过程并非是对食物的追求，多次碰壁的求而不得，也是对心境的一种修炼。第一家乞到的食物是一个韭菜馅的花卷，但韭菜属于5荤之一，出家人不能食用，主人又换来一个馒头，这才算第一家。如果有人应答但拒绝布施，也算是一家。对乞食的人家，不论贫穷富贵，不看整洁脏乱，必须按照顺序次第乞食。殷勤布施的人家，主乞僧人会引导平均分配，帮助布施者多种福田。食物需由布施者来分配，僧人不可用手触碰食物，若布施者不愿分配，也不可强求。乞食的路上也会有好心人主动上前布施，则需要将食物放在地上，然后再接过食物。僧人从马路上走过，万物好似也有了灵性，就连驴子也上前观瞻，一户人家的驴甚至主动上前来蹭手。馅饼类的食物一定要问清楚馅料，鸡蛋牛奶类不可食用，需当面退还给布施者。制作的月饼和面用到了鸡蛋，老奶奶又连忙换上其他食物。大众行嚼起来的食物，众僧会聚到一起再平均分配。如果沾有荤类气味，需洗净后再食用。如果有居士送食，应先吃起来的食物，不能因为食物品相而挑食。在僧人们准备露营时，一条大黑狗前来向他们求助，在大黑的带领下，找到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狗。比丘也会为小狗施舍食物。僧人们晚间的休息时间只有4个小时，从晚上10点到凌晨2点。第二天，一位大爷送来了几块买来的饼，但不知里面是否有鸡蛋，僧人们不敢接过食物。大爷连忙又从院子里摘来几个柿子。在僧人表明乞食来意后，一位老人观望了许久，确认并非有恶意之后，也热情地取来几个饼。如果食物掉在地上，也要捡起来，不得丢弃。若遇到家中贫苦者，僧人可稍加引导，帮助布施者种福田。但老人有病在身，家中并无食物，僧人们便只能离去。有施主首次供养金钱被僧人拒绝，后又购买食物返回再次供养。一位老人路遇僧众，邀请他们上家中应供。老人虔诚地捧来一些饼，原来家中子女已经布施过一次，福缘深厚，又得以布施一次。临近五台山，有着许多居士前来供养，乞食也越来越顺利。一位大娘端出了自己的大枣，临走前还招呼僧众有时间再来。2008年行脚最后一天，僧众来到了阳泉县景儿沟乡，第一次遇到有僧人乞食，老人大方地拿出了自家的馒头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缘福报。僧人们在小树林休息过斋。第二天，由于行程的安排误差，他们又来到了去年乞食过的人家。虽然对联换了，但还是那户人家那个布施者。今年老人家送上了一大块黄米糕，随缘的分组还能再次遇到，实属难得。有的人家送上生米或面粉，也不能接受，避免起贪念将米面卖掉。
出家人不能自己生火煮饭，行脚时只能靠乞食生活。若是可以生食的瓜果蔬菜，则可以接受，例如茄子、黄瓜等。热心的人家树上挂满了大枣，即使落得满地都是，僧人也不可自行拾取。于是主人家捡来满满一袋。头发花白的老人嫌自己手脏，不愿用手给僧人分饼，但僧人毫不忌讳。老人小心翼翼将烙饼装进僧人钵里，听到僧人送上吉祥如意的祝福，老人感觉心里非常满足。如若布施者是女众，需保持距离，不可有任何肢体碰触，甚至衣角都不能碰到对方。狭窄胡同中若遇到女性，也要退回让对方先过。布施时只能观看女众手中食物，不得看脸或手。2009年9月初3，僧众来到雁门关下张广武村。古朴的村落历史悠久，村民们看到乞食的僧人内心欢喜，甚至有村民掏遍了口袋，想要供奉金钱。听说不要金钱，主人立刻进门去取馒头。布施者也获得了金钱难以衡量的满足。拄着拐杖行动不便的村民也带着僧人上家里应供，他不知道什么功德，只知道这是在做好事。推开门，呼唤着老伴抓紧取来些馒头。可能在他们眼里，不要钱只要食物的僧人还是第一次见。满满一碗的碎馒头片，这或许是老人一天的口粮。辽宁大悲寺的僧众始终秉持着出家人不捉金钱、不续金钱的规则。从1995年开始，行脚19年，沿途乞食，用脚丈量着这片土地，这才是最纯粹的出家人。